我是瓜皮儿，黑化律师前情提要。昌浩通过直播粉碎了孔志勋等人试图无罪释放的计划，同时也向大老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回到监狱后不久，狱长前来摊牌，他一直是大老鼠的手下。得知妻子出事儿，崔市长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到地方前，警方已经派人抽了崔嫂的血液，因为有人举报崔嫂嗑药后危险驾驶。孔志勋也赶来凑热闹，并花里胡哨地提醒崔市长，幸亏你老婆没事，你就当不幸中的万幸吧。咬牙道谢后，崔市长走进病房，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停车场里，老崔挂断警察的电话后说，一切如您所料。孔志勋很满意，下令自家报社抢先报道崔嫂嗑药驾车的消息，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原来他也猜到这是大老鼠的杰作，就跟之前昌浩被冤入狱的套路一模一样。想鹬蚌相争的可不止他一个朴昌浩啊。早上，新官上任的秀哲将犯人们集中到大礼堂，话很简单，今天他不会搞阶级制度和收受贿赂，同时监狱内将设置意见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话音刚落，他就以搜身检查有危险品为由，让在场所有人都脱衣进行检查。实际上这是他和昌浩制定的计划，目的就是从中找到身上有狱长同款纹身的人。最终只有3人符合，这3人都是狱长的心腹。秀哲主张全部带来拷问，昌浩则想继续暗中观察，直接一言堂否决秀哲，并抬出崔市长说事儿。殊不知秀哲并不打算听命行事。与此同时，小高接到了小张的电话，上集中他正式将精神小伙的血给了小张去化验。小张说，血检结果表示他的血液里有国内还没有列入监管的新型毒品，这种毒品的毒瘾发作症状和之前九川医院7楼的那些病患的情况完全一致，但眼下还需要更多的血液样本。保险起见，小张得回国一趟。殊不知暗处有个人正在监视着小张的一举一动。小高将情况报告给昌浩，昌浩认为或许跟那些模范犯人外出做事有关，他们外出主要是清理监狱外的河道，下一步他要去打听他们具体劳动内容才能进行调查。另一边，崔嫂嗑药驾车的消息迅速发酵，崔市长安慰妻子自己不会让他被起诉的，崔嫂却已经猜到这件事跟徐教授的论文有关，自己一直都知道医院里有见不得光的交易，但却选择息事宁人。崔市长只能继续安慰妻子，叮嘱他好好休息。随后秘书告诉他，崔嫂饮料里下的药和当初陷害昌浩用的一致。崔市长觉得一定是昌浩知道了自己的底细，所以现在和大老鼠联盟来对付自己了。他立刻让秘书盯紧小张，以免节外生枝。不久后，狱长以囚犯的身份回到监狱，一见面他就给了秀哲一耳光，斥责其吃里扒外。秀哲也不客气，抄家伙将狱长暴打一顿。过去老子看你脸色，今天我加倍奉还呢。接着他让狱警将狱长那3个心腹全部毒打一顿后抓来，逼迫狱长说出大老鼠的身份。眼看要闹出人命，昌浩及时带队过来救人，他只提醒秀哲一句，这里出人命的话，恐怕你的位子就不稳了。秀哲强忍怒火将人放了，包扎好伤口。回到牢房的路上，犯人们纷纷叫嚣着要狱长付出代价，被昌浩一个眼神杀制止了。他需要狱长告诉自己大老鼠的真实身份，不然小命难保啊！狱长依旧拒绝，昌浩也不强求，反正会有人让你明白不听话的结果。结果可想而知，狱长前脚刚进屋，后脚就被牢房的犯人狠狠揍了一顿。晚上，崔嫂让护士长带自己去医院的地下研究室，他都要看看自己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的地儿是怎么让孔志勋那群人渣频繁光顾那里的。镜头一转，从里面出来后，崔嫂仿佛身体被掏空一样，第一次吓得瑟瑟发抖。她恳求崔市长带她回家，她累了。路上，崔市长停下车，问他看到了什么。崔嫂却岔开话题说，那里是徐教授生前负责的地方。崔市长之前希望自己当个好医生，现在她希望丈夫能够当一个受人尊敬、履历清白的优秀政治家。崔市长一口答应，承诺会打造个清白的世界。隔天早上，听说自己不在下任狱长的候选名单上，秀哲慌了，急忙向崔市长求助，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昌浩已经和狱长穿一条裤子了，希望你能让我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崔市长稍作犹豫就答应了。圣旨在手，秀哲也打算好好报复昌浩。集合所有犯人后，他依次亮出狱长4人身上的纹身，当众揭发昌浩是冒牌货，真货就在你们当中。从现在开始，餐厅和小卖部等便利设施全部停用，所有人的活动休息时间砍半，工作量增加1倍，除非大老鼠本尊亲自站出来，否则违令者格杀无论。欢迎你们向我或者向昌浩踊跃举报。此话一出，现场瞬间炸锅。狱长再次被一个犯人逼问大老鼠的身份，被昌浩制止。眼看双方就要动手，光头哥出来一拳救场。虽然他知道昌浩不是大老鼠，但他认为昌浩并不逊色，只要事情结束后昌浩能兑现让自己安享晚年的承诺就行。
脱困后，昌浩闯进办公室，想向崔市长告状，却被以开会为由挂断了。秀哲很得意，现在开始一切都是老子说了算。昌浩反唇相讥，我赌你抓不到他，而我会让你失去一切，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呀。接下来监狱彻底陷入疯狂，犯人们互相揭发殴打，一时间人人自危。但最惨的还是几乎24小时不停挨揍的狱长。昌浩则打算静观其变，要么狱长扛不住折磨出卖大老鼠，要么大老鼠自己站出来。不管结果如何，昌浩都稳赚不赔。与此同时，小张刚走出机场就被已经疯魔的韩主任盯上，并一路尾随，而金律师和老高则盯上了今日外出干活的模范服刑人员。不料他们的车却驶入了另一条道，犯人们个个穿上防护服，走进了幽暗的地下隧道。小高前脚刚走，后脚韩主任就走了进来，他双眼充血，喃喃自语，诉说着离别之苦。小张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中冲进厨房拿刀自卫，但韩主任早已精神失常，一步步走进小张，正之间刀无情地捅进了心脏。监狱内，狱长主动来找昌浩询问，你背叛我们和崔市长联手，就不怕他对你下手吗？昌浩回答，我死了，那论文的秘密他永远别想知道，何况我只是假装和崔市长合作而已。你若信我，让他今晚8点来教堂，如果他这次不亲自来，后果自负。画面一转，镜头给到在医院的杰瑞，得知昌浩的话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另一边，崔市长赶到时，看到了小张冰冷的尸体以及呆坐在旁边的韩主任。秘书将人带走后，他解锁了小张的手机，得知了小高今晚会带血液样本过来的消息。他直接指示秀哲，今晚让昌浩夫妇永远在世上消失。同一时刻，崔嫂也在往财团拍卖会现场赶去。孔志勋夫妇正和二人组在现场吹牛，扬言崔市长蹦跶不了多久，胜利一定属于他们。下一秒，崔市长夫妇推着老爷子进场，老爷子直接命令孔嫂让在场闲人滚蛋，他有话要说。晚上，眼看时间接近8点，昌浩接到了大老鼠的消息，对方要求将见面地点改到贵宾室。与此同时，监狱内的暴动拉开了序幕，秀哲的手下故意和囚犯打架，趁机交出了门禁卡。这一下，所有犯人都获得了自由，和狱警搏斗起来，一时打的是喊杀震天，昏天黑地啊！只有光头哥冷静面对，他让小弟命令其他兄弟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秀哲则给手下一把枪，让他见到昌浩夫妇后直接射杀，到时候对外宣称是正当防卫后来迟一步就行了。随后手下偷偷来到配电室砍坏配电箱，顿时整座监狱陷入了黑暗。而一个人也准时走进贵宾室和昌浩见面，昌浩用打火机一照，看清了对方的脸，那个人是鲁叔。随着暴动愈演愈烈，监狱内的警报声也越发刺耳，外围狱警们纷纷抄家伙冲到闹市区，和劫持人质的囚犯对峙起来。小高察觉到不妙，监狱停电就没法完成血浆分离，他短信询问小张的意见，而此时小张的尸体早已被妥当处理。崔市长模仿小张的口吻回复，让他明天再来。昌浩这边和鲁叔的谈话也开始了，为证明真身，鲁叔说出了之前塔罗牌的暗语。他原本以为狱长足够对付昌浩，后来一看还得自己亲自出马才行啊。第一集中，昌浩和崔市长见面时，自己并不想插手，但季鲁仪的事注定昌浩必死无疑。救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昌浩必须成为大老鼠，这也是那个人的意思。深追徐教授的论文是因为他要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然后用自己的办法惩罚他们。真正的法律还是以牙还牙，对恶人加倍奉还，但他目前的力量还不够，只有昌浩是最大的希望。不光明正大进入那些人的黑暗圈子，根本打不倒他们。他已经给昌浩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力量，昌浩如果拒绝，将会死无全尸。昌浩放声大笑，接着给鲁叔提了个建议。同一时刻，手下向秀哲汇报，暴动快超出掌控范围了，但昌浩还是不见人影啊！要是军队或警察赶到，那就前功尽弃了。秀哲决定孤注一掷，命令先杀小高，有机会再杀昌浩。这一举动也被鲁叔的手下汇报过去。得知老婆有难，昌浩急忙冲出医务室，路上他打电话告知老婆有人要来杀你。小高立刻将血浆装袋准备跑路，不料通道门全部锁死了。两口子一合计，只能让小高退回医务室藏好再做打算。话音未落，就被狱警找到，陷入了苦战。幸亏光头哥带人及时赶到，才得以脱身。而狱长和鲁叔则带他从另一条小道过去，直奔医务室。小高这边，他拿针筒扎晕一个杀手，在医务室治疗的精神小伙打倒了第二个。包扎伤口时，秀哲亲自赶到，将枪口对准小高。昌浩及时赶到，扑倒秀哲一顿暴揍，感动我老婆，老子让你后悔出生啊！将秀哲打到不省人事后，昌浩恢复理智，赶紧关切询问老婆的情况。
鲁叔和狱长慢悠悠地走了进来，狱长捡起枪，一枪带走了吃里扒外的秀哲。与此同时，拍卖会也接近尾声。崔嫂质问孔志勋，为何你的报纸最先泄露我嗑药的事儿？孔志勋装模作样说，我没及时拦住他们。老爷子斥责他，你这种解释鬼都不行，最好给我个满意的答案，不然你懂的。孔志勋只能硬着头皮说，请您再给我点时间。老爷子说，你再不把事儿处理好，你旗下所有的股份我就交给别人了。至于崔市长，你老婆我会保护，你放手做事就好。崔嫂趁机提出想接管徐教授生前监督委员会的职务，老爷子龙颜大悦，一口答应下来。终于有人替我分忧了。老爷子走后，孔志勋警告崔嫂，你这么做可是断我财路啊，谁动我蛋糕谁就得死。崔市长直接一拳过去，你敢动我老婆，我就杀你全家呀。崔嫂拉住他，并警告孔志勋，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监狱这边也到了最后关头，医务室外已被全副武装的狱警部队包围，就算投降也难逃一死。鲁叔对昌浩说，你刚才提的建议我全盘接受，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信守承诺。昌浩答应下来，然后拨通了孔志勋的电话。孔志勋正因受了气在砸东西发泄呢，听到昌浩电话里说的话，顿时转怒为喜，边大笑边说，我要是女的，我现在就嫁给你。然后他边笑边召集大队人马往监狱赶去。监狱门口，他正好遇到崔市长。孔志勋一改先前的颓废，命令老崔让里面的狱警给昌浩等人让路，今晚他要亲手带走大老鼠。此刻，昌浩之前和鲁叔提的建议也揭晓了，他希望鲁叔自愿以大老鼠的身份被自己捉住，带给那些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他们内部，从而伺机瓦解他们。最终，狱警纷纷放下手里的枪，让昌浩四人平安通过。见到鲁叔，孔志勋非常高兴，事情总算解决了。当着崔市长的面，小高也将那袋血浆交给了孔志勋。昌浩走上前嘲讽他，看来某人要倒霉了。崔市长的脸色逐渐变得非常阴狠，却也不好发作。不久后，昌浩嗑药的案子撤诉，无罪释放，他也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律师。不仅如此，还有了豪华律所，客户的委托也接连不断。庆祝过后，昌浩希望小高退出，接下来的事儿他来处理。画面一转，原来小高昨晚抽了狱长和鲁叔的血，然后谎称是那些模范人员的血给了孔志勋。小高说，除了血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张失踪了，自己这几天用了所有办法都联系不到人。不过昌浩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行动，他走进检察厅，让鲁叔签了委托协议，即使是恶名，只要利用得当，何愁不能逆天改命呢？走廊里，崔市长叫住他嘲讽几句，昌浩回怼，从你委托我这个废柴律师开始就已经失算了，我们拭目以待，看最后谁玩死谁。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孔志勋则带着假血和鲁叔的照片去见了老爷子。老爷子很满意，将旗下的股份经营权交给了他。孔志勋感动得连连磕头，结果刚盖完手印，崔嫂就走进来，让他们看看现在的新闻。电视一打开，昌浩正说到为大老鼠辩护的原因。大老鼠委托他一定要查明徐教授遇害的真相，他现在已经知道医院三人组只是棋子，幕后的那只大老虎才是重磅炸弹。至于大老虎是谁，他早已知晓，时候到了就向大家公开。今天的记者招待会目的在于敲山震虎，老爷子气得摔碎遥控器，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再一听到昌浩为鲁叔申请了保释，就更气不打一处来了，他直接撕碎股份合约，命令孔志勋彻底解决问题后再滚回来。同一时刻，小高找到韩主任，故意告诉他小张失踪的事儿，结果韩主任表现的就10个字儿，我不是，我没有，我不知道啊。如今态度大转变，更加证明小张一定出事了。而今天又是模范犯人外出干活的日子，小高决定跟踪他们，找到突破口。昌浩三人得知消息也要跟去时，孔志勋不请自到，老高和金律师只能先出发。孔志勋前来是试图拉拢昌浩，他承诺可以给昌浩更多钱和地位，不然大家面子上就都不好看了。昌浩则告诉他，真想拉拢我，让那位大人自己来呀。不久后，小高看见了那群犯人进入隧道，其中就包括了精神小伙。但这次他们刚进去不久，里外就一阵地动山摇，不明气体从里面不断涌出，他们都狼狈地逃了出来。小高感觉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加上心系精神小伙的安危啊，嘱托父亲报警后，他迎着气体冲了进去，拍下沿途景象的同时，也顺手救出了其他人和精神小伙。事故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老爷子耳朵里，老爷子感叹，我刚研究的 NF9时，有个朋友就警告我会出事，可当年容不得我犹豫，我仍然一意孤行，道不同不相为谋，朋友当场辞职走人，后来他就出意外被烧死了，但我并不后悔，为了正义我在所不辞。接着老爷子问崔市长，你的正义是什么？崔市长说，
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胜利者，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谈正义。他请求老爷子放出大老鼠，然后用自己的正义解决问题。隔天早上，鲁叔获得保释出狱。他带常浩来到一家已经荒废的餐馆前。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里的老板，经常给女儿做菜吃。回到阔别多年的厨房，鲁叔很是感慨。常浩则问他：“你之前说的那个人是谁呀？”鲁叔告诉他：“明晚9点你再过来。”常浩并未多想，只是提醒他要言而有信后就离开了。不料常浩前脚刚走，后脚鲁叔就打开了多年未用的灶炉，一声巨响过后，餐馆被炸为平地。常浩只能默默看着，然后攥紧了拳头。我是瓜皮儿，下期见。